起来哦。小心他们接了，他们接。哎，我们现在要去叶大哥那边，全台湾最厉害的古董鞋靴暨古董车暨劳力士的表，对，劳力士，对，还有各种摩托车部品的收藏家。因为我们其实就我们所知啊，非常多人买单品，他们通常是针对一个品项去做完整的收藏。例如说，我今天只收古董表，我就把表的东西收到很完整。但我们今天等一下要去拜访这个，他的兴趣不止一项。对，他基本上我们讲摩托车部品，全部都来，因为很难定义说他是古董车收藏家，不对，对，全部他的劳力士也有。对，但我们今天有个他比较少对外公开的一个品项是什么？鞋子。对，就是我们之前去屏东的时候，你不是收到短简讯吗？讯息嘛，就是他有鞋子要给我们处理。对啊，然后我们就厚脸皮的问一下，不好意思，你那边还有没有其他的收藏可以借我们看一下？就他说很客气的说有啦，如果有靴子要分享，后面有几双啦，我们今天等一下就看看他到底有几双想可以跟我们分享。见识。对啊，他说要放个4、5双起来不是问题的。好，我们看看你的收藏有多厉害，因为我们一般只知道他的Oldby哦，因为那个手表那个老的保时捷，但我们看他的靴子收藏多厉害。4、5双应该才好啦，但是因为毕竟你讲的，他是一个整套的一个玩家，对，如果相信靴子他一定有一些琢磨啦，只是多厉害我们不知道啦。对，没错。好了，我们就现场看看啦，等就知道了。是。到了。哎，我们前面就是我们这次叶大哥，对，叶大哥，我期待全台湾最厉害的摩托车，还有古董车，对，各种部品的收藏家，这个一定要看。哇，你看到了，哇。非常夸张啊 ！Damn！ 哇，这个趁叶大哥不在，我们就赶快。对，我负责打晕。叶大哥，大哥，被你听到了啊！拍嘴，欢迎叶大哥。叶大哥好，阿勇老板好。叶大哥其实是当初有来我们店里修过鞋子，然后我们也是因为通过这样才知道叶大哥的，对，然后也很高兴，就是我们收到叶大哥的委托，说他有一双鞋子想要处理，然后我们就很厚颜无耻，对，想说顺便来看一下收藏，对，因为我们知道叶大哥呢其实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古董机车、古董保时捷，还有各种你想得到的汽车、摩托车、手表，对，外套、油布外套，然后皮衣，还有最重要靴子，没错，这个收藏量非常惊人的一个收藏家，对，那我们真的很开心能到这边，哇，看到叶大哥的收藏，没错，今天其实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对，其实这一间应该是装不下所有我们刚刚提到的，这里怎么可能停汽车，对不对？那叶大哥，我想问一下，你目前为止古董机车收藏约大概有几台？古董机车以1970几年以前的，超过20台左右，原来就是破破烂烂。那台湾的大部分都是乱加零件。那最重要就是诚如大特售一样，勇哥任大师一样，你们会把一些东西重新复原拆解。那我们要花很多时间找师傅帮我们拆解，然后从国外订购零件，然后最好找到 NOS 的，或是二手堪用的，或是不行就用代用品。所以你不是那种改车派，你希望把车子恢复成原装派，全新出厂长这个样子，是没错，复原成这样子，是没错。客人是希望鞋子尽量改得跟原厂一样。他甚至会要求，就叶大哥一样，他会要求要用当时的年代的鞋底、五金等等来改他的鞋子，来修他的鞋子。那另外一派就是爆改派的，对我一买回来就要改它，是，妈妈不认得，对，要跟原厂完全不一样，是没错。我听那个叶大哥讲，其实叶大哥好像对一些以前古董就是比较早期的东西是比较有兴趣的。那我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会喜欢一些比较早期的东西？因为我本身是建筑师，大学是读建筑系。那建筑系呢，塑造的是在学校的受训过程中，就是强调学生对艺术美学的涉猎跟历史的追寻。建筑方面又是集所有美术艺术所有的一个大全。像我们这种比较爱玩的学生啊，就开始会去打扮自己，追寻的就是一个日本杂志，好像 Momo 啊、Men's No No 那一些。那慢慢的
当成为建筑师之后，慢慢的年纪的累积，储蓄的增加，开始会去玩重机。那重机呢，就开始衍生而来会去看到皮衣，或是人身部品。那重机在台湾有2派，一种是追求速度派，它全身都是保护自己的装备，防护衣。对，那对我来讲，那并不是我要追求的一种美学。我希望就像今天看到这些车，这个车在以前也就是一个交通工具。那交通工具呢，但是因为它设计的非常永恒，所以呢能够成为传授的一个经典。那我今天有幸穿到它，我要回归到原来的穿着样式，所以我会去探求路易斯或是油布衣或是靴子，从马龙白兰度的 White One 那个开始来的一个工程师靴的 engineer 的一个打扮，穿的就是这种皮衣，背着徽章，然后呢很自信的骑着凯旋。我算是第2代，然后在黄哥 US Country 熏陶之下，也加入了59俱乐部。勋章是有特别意义的，就是各个厂牌。其实我到时候发现那些咖啡 racer 啊，或者59俱乐部都是乱别。除了59 Club 这种咖啡 racer 是一定要的。对，那其他呢大概都是什么机车，像我把这狮子会的研发哥别在这里。这也是女生我另一半的战袍。这件就是真正的古董了。这也是一个车友，也是很有名的阿忠他们割爱给我的。那有一些都是古的东西。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设施这边的路易斯把它旧化的。像这个是 Barber 啊，另外一个是 Brestow。那这一件应该是50年代左右那种格子布啦，然后旧的 Mark。然后油布衣的好处就是它擦完油之后旧化，它会变得是好像皮的斑驳的质感，非常亮。但是这个其实不太适合台湾，因为很热。那这个就是 Brestow。那我们可以看到它也是这样早期的这种布。然后旧的品牌那一件呢，就是比较近期的。就是变尼龙布的了。对，变尼龙布的时代了。好像比较适合现在对，没错，比较适合台湾。今天大概就是带了这几件来跟大特松、跟所有的朋友分享。对，哇，真的是不得了。大概，而且这只有一点点而已。算是一点点。叶大哥要放这些东西需要多大的储藏空间？原则上都乱丢，已经丢到乱丢。这个东西没办法乱丢了吧？我们看一下叶大哥这里的收藏。怎么乱丢了呗？这个靴子我今天带来的是跟各位分享是主要是机车靴啦哈，像路易斯的机车靴，长筒的，还有这种棉的，这种棉的羊毛的，内里的，保暖的。然后它的下面是这样的马蹄靴的，老式的，那这个也是这是古董对不对？古董，正古董。然后这也是我内人在穿的，就是他穿的凯旋旗这个。今天带来的主要是 engineer boot， 就是工程师靴。工程师靴里面，我认为最让我觉得经典的就是 Chipawa 的部分呢，它包含现在所有的审美观念呢，都还是呼应于这个审美观念。这个带子要够长，对，然后复古的金具，其实以前不叫复古，就是以前的金具。双儿更是可惜，这也是神标。结果呢，因为我就随便丢，所以被虫咬成这样。你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概几年份的东西？这个大概应该是30、40年代左右的东西。那要100岁了。对，算是100岁了。那另外还有这一双也是，这个是圣塔罗萨的，它也是从黑色变成是这样。这一双啊，算是我的战靴啦，我穿去工地啊什么，这是 PT83。那 PT83就是这种小白标，就跟勇哥那一双一样是小白标。对，然后呢，穿去工地灌浆啊、水泥啊，什么都一样，是一样充满的战靴然后很漂亮的质感。那这一双啊，我刚好有请大特瘦啊，就是勇哥啊，他们帮我就是帮我换跟，然后帮我修的非常漂亮。还有这个我们的那个 Hi-Test， 这个也是Hi-Test 家族嘛，这左位。这个我大概全新的 NOS 我大概有收了蛮多双的啦。那它比较诟病的是，它有一些很漂亮，有一些型就比较像塑胶底那但是它的茶芯啊，或是没有染透的这个多充分的呈现。后面的还有一些靴子啊，大概也都是老靴、古董靴还有各个牌子都有。今天
刚好大特搜勇哥跟任大师来我这里做客，然后我觉得跟2位大师分享这个，我觉得小毛头分享这个，但是我们叫小毛头，但是我觉得大特搜给我们一种感觉，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精彩、更精致，或是更有品味。最后还有一双，这个是我们铁趴瓦，哇，这个是真的是这个是30年代的古董了，这我全新品，然后我被我放到这个铜钉啊，都已经铜绿了哦，然后我还舍不得上油，它本身的蜡就弧线，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神标哦，它非常的明显，哇，全新，这全新，快100年的鞋子全新，对，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神标哦，标准的神标就是这样，非常漂亮哦。那我们请叶大哥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帮我们那个。就是介绍是他准备了3台车子，好不好？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好，今天带过来的。我今天带过来的3台车，刚好就是风格，对不对？对，德国、英国、日本，那刚好代表了3个历史。第一台1953年的 B&W R51斜线3，那 B&W 他们从军用摩托车、军用的设备移转过来，这一台算是第一台民用版的摩托车，充满的应该说古典的美学啦，哈，那种机械的美感。那第2台车是英国车，它在美国市场卖的最好就是这一台。那我今天穿的李小龙的衣服，这台车你如果去看李小龙的剧照，李小龙就是骑这个配色。英国车呢，在60年代是做一个最热门的最热门的一个畅销车种。那时候台湾有这个的，大概都是美军俱乐部的，就是美军顾问团、美军俱乐部才能够引单。那时候台湾是很少有这种车。最后那一台啊，是算是日本人的第2台全世界最有名的车，这个是900力万。那日本人叫这个叫火之玉哦，那整个曲线很漂亮。那为什么今天我们要用 Honda 的 CB70 来？因为 Honda CB70 它也是一个古典的美学，方方正正很漂亮。那这个呢是创造出日本的自我。以前在 Kawasaki 就是 Z2 是高中的梦幻车，因为看那个 GTO 会中年没错，骑 Z2，然后飙到300，哇，吓死我！不知道去以前看漫画就哇，高中生竟然可以骑那种车，吓死人。其实像我们玩这些，不管是车子、鞋子、皮衣等等的，其实真的是。我觉得也是一个机会，可以认识像叶大哥也借着玩靴子而认识了我们。相信你在整理机车的时候，一定也认识很多很厉害的职人。是，就是台湾的各行各业还是存在很多很厉害的职人。对，对。然后也是我们做这个快变这个节目，是希望说有机会可以到台湾各个地方，去拜访这些职人，互相学习一下这样子。今天有个重点不能忘记，我们有任务啊！对，哎。叶大哥有鞋子要麻烦处理一下，要拜托大特搜。这算是 Junior Boss 的，算是护科的一个，他那时候的日本的工装学版。然后呢，他在那时候登了日本杂志，让大家认识他的一天的作息。然后呢，他主秀的就是这一双法国工装靴。那我们知道 Junior Boss 他是在艺术美学方面有独到的见解，他的楦头都是号称最漂亮的，那也帮RL 做了很多经典款。那这一双呢，因为我也穿了一段时间，然后原来的皮底有一点磨损了，那皮底对我的工作来讲比较不适合，因为我有时候要去工地啊，或是开会，有时候场所会滑啦，所以我希望大特搜帮我把这个皮底啊，用大特搜最漂亮的绿色美学来帮我做，那就是我们就帮你装绿色的前底，但鞋跟一样，做黑色没关系，鞋跟不要动，鞋跟不动，就是会有这个保护撞色的感觉，对，没关系，按旁边帮我染黑，或是咖啡，对，咖啡色的质感，没问题。那到时候的话，这个前底啊，我会这个线也会一起车穿 ，OK 吗？就是可以啊，可以，这样看起来比较完整一点。对 ，OK 啊，OK。再拜托永大师跟小事，任大师了。今天感谢叶大哥给我们这个机会来看看你的收藏，没有分享一下你的人生的经历，这样。是。再问一个让我可能大家很想知道问题，你有卖过你的收藏吗？我原则上到目前为止，除了劳力士有分享过以外，还有一台重机有分享过以外，其他都还没有卖过。没有送过吗？没有。然后讲到动词不一样哦，有机会。就看任大师，我知道任大师很希望我的 high case 或是 Chipawa， 真的流口水了。会后可以来大家讨论看看。对啊。那我想请问叶大哥，目前不管是车子、鞋子、皮，任何东西，有什么东西是你想要买、想要收藏但还没有入手？有没有什么东西
手表啊？人生大概这是一个好问题。现在唯一能让我真正买的东西，大概就剩下靴子而已。因为我靴子其实我不止这些而已，我还有不断的在收日本的 Clinch 或是 RDT 的鞋子哦，然后包含东区的樱桃啊，哦，那也都是朋友有时候都会推荐我买一些靴子。那只是说我们借由这些靴子提升自己的艺术欣赏的品味，审美观你会跟着提升。玩这些东西的一个收获，这样讲。对，这个就拜托任大师跟没问题，没问题。也很感谢今天叶大哥的时间，来让你准备把车子来牵过来这样子，不好意思。不会，应该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大家同乐，我好不容易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把它展现，哎呀，我觉得很快乐，因为其实当初叶大哥只说，我们只是说，可以准备个4、5双给我们就好，没想到，哇，50双也没有了，对啊，吓死了，真的。好，今天感谢叶大哥，谢谢，老板，谢谢高乐透，谢谢各位朋友，谢谢。我们刚刚采访结束，我刚刚每次出外景都下大雨了，对，有看到我那帽子都湿了。这个最印象最深的就是跟我说过一句话啊，就是说人在落魄都要有一只劳力士。哇塞，有没有打中你的心？所以我正在落魄，那就需要一只劳力士啊！我好想要啊！对，哇，没有，因为今天叶大哥他是没有分享他劳力士啊，因为那个跟我们今天主题比较不符合。对，因为其实你看啊，我们出动就一定要有靴子，如果没有靴子，我们可是不去的哦。对，叫不动我们，再多劳力士也没有用。对，送我还可以的。像叶大哥刚好说，我们刚才问他嘛，他说，你鞋子有在卖吗？你的收藏啊？对，你的收藏有没有曾经就是贩售过、让藏过这样子？他说，只有劳力士有啦，因为这是同好间的交流这样。对，就可能是我跟你换啊之类的这样子，对，交换一下。其他收藏他说基本上是不太流动的，对，都是用送的。理解错误，没有卖啦，但是对不对？对，对啊，这个。大家看，大家应该都吓死了。本来讲说什么4、5双，结果4、50双，我看有没有重军备展现，哇塞！对啊，就一次丢个几十双啊，几十双的 engineer boot 出来，吓死人了。最可怕的是，本来想偷拿了几双走，结果他有那个，对，还造册，对，还有造册。对，你刚刚把你的犯罪意图讲出来，口袋塞个2双，对啊，看都不会看出来，我跟你讲。那几双4、5年代的 Chico 啊，是蛮惊人的。其实让大家知道一下就是我们其实现场并没有讲，但是我们会说那个鞋子这么厉害，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刚刚那个我们讲 Chico 40年代最经典的型号，就是我们讲工程师靴。那一双鞋子目前市面上流动大概是5到10万一双，就大家看到的那个品相，也没有品相更好，超过10万绝对不是问题的，就是5000块美金都不是问题啊。对，所以其实我们讲它是非常非常惊人的一个有趣的收藏，因为但一大哥拿起来好像从那种鞋柜自己的鞋柜随便拿一双鞋子出来那种感觉。刚刚就说随便放嘛，那个被虫咬感觉没有很心疼，有没有？对，我跟你讲，那个鞋子每一双都是大概5到10万块，现在都落在这个价钱，所以大家可以心里知道说那些东西随便放在地上，但是一点都不随便。是非常惊人的收藏。还有 Win 的 PT 系列啊，它的钢头靴的 Engineer Boots 也是从83到99全都收了。对，那个就是我们讲最经典的一个年份。然后还有其他像那个 High Test， 他说他有好几双全新库存品的 High Test 的 Engineer Boots 都还没有拿出来。哇！就刚刚那些东西全部都是现在在日本最红的那些品项。所以你现在要买，有钱还不见得买得到，因为大部分都已经被收藏家纳入囊中啊。所以有没有？大家如果期待下一集，想要看更多有趣的叶大哥，把它解锁，就应该因为他真的只是拿部分出来而已。下次我们开个不一样的主题好了，因为这次是以机车为主题，摩托车的，因为刚刚那些包含鞋子，全部都是以老式摩托车可以搭配的布品为主。下次可能就是去他车库啦，也许他得秀一下他的车子，因为他的保时捷、宝马，不是马，那个野马，野马，对。那宝马是谁？宝马是 BMW。野马。然后今天有一辆宝马啦，R51，哇，吓死人！对，全台湾没其他的，而且有牌哦。对。正牌，那真是宝马。现在一台大概150到200万，吓死人！哇，有牌的情况下，对啊，好了，就
因为叶大哥真的很低调啦，你懂吗？因为他人又很客气。对，什么任大师，我没有啦，我没有。今天现在还在惊魂未定当中。对，针对劳力士那个部分。哦，我是针对，因为当初真的他说什么啊，4、5双靴子应该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过来一个，哇，吓死！我现在还在评估当中。哦，好，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啦。那如果大家对于这样子的主题跟这样子的内容，因为在台湾其实我们偶尔会遇到这样非常有趣的收藏家，是也是刚好叶大哥就是那时候问我们，刚好就私讯问我们，就是客服啊，就是那个在那个粉丝团问我们，所以刚刚有这个需求啦。对，哎，那我们也就提出来说，可不可以去工作室？对，其实我们跟叶大哥也认识好几年，对，那没有一直亲眼看到他的收藏。是，好，就先这样子啦，期待下一集的快飞出动吧，希望下次不要下雨了啦。哎，真的，每次出场一定是你害的，我们2个一定有其中一个是什么雨男。对，下次少一个人看看要不要。对，好，先这样子，好，拜拜。 2 weeks later. Hello， 任哥，任大师，大特售的好朋友。然后交作业了，哇希望不要被打枪。哇，太感激了，感激！哇塞我，们看一下，就当初照我们影片上面讲的嘛，是就我们选择加个半绿底，哦然后旁边刷咖啡色。 OK， 对，它这个绿就会比较有那个古董的感觉。啊，好漂亮，好漂亮，太漂亮了我，们前面都有保养过了，太感激了哦，哇，这起来一定很漂亮。然后上面的线我们有重新做旧，是因为原本的线，因为我们这个毕竟是用接的嘛，所以会有新跟旧，所以这里当初在测的时候会有点白，是我们就稍微做旧一下，让它跟原本已经穿旧的线看起来调性比较协和，对协调，才不会说白线的在前面。对，太明显了，太用看起来心了，就改过了。太用心了，任大师你们太用心了。没事。啊，太漂亮，太漂亮，太漂亮，太喜欢了。好，回去可以继续使用这样子。好，闷烧的感觉，真的闷烧。翘2郎腿的时候就看到绿底，然后就看到大特售。原来这个有撞色，平常这样看不太出来。没错，我们现在都习惯撞色。哎呦，撞得很低调。谢谢任大师，谢谢他的走，快乐的，谢谢大哥，赞，谢谢大特售，拜拜。